梦的翅膀已经射下。喂，谁呀？大清早的！你好，这里是临城一沙区派出所，请问是钟宇本人吗？是，我是钟宇。你女儿走失了，现在在我们所里。诈骗电话能专业点吗？我才21，大4实习狗，还是个处男，哪来的女儿？你们有完没完？一大早扰人清梦是犯法的。爸爸，小朋友，骗人是不好的行为。爸爸，我是穗穗啊，我知道你的电话是188嘻嘻嘻嘻，身份证号是3301算算。个人信息网上裸奔，这招太老套了。我还知道一个爸爸的秘密，爸爸右边屁股上有一颗痣。我操，这事除了我自己，就只有小时候给我搓澡的老妈知道。爸爸，你来接我啦！小家伙，你怎么知道我屁股上有痣的？是妈妈告诉我的呀。那你妈妈是谁？我妈妈叫乔清雾，爸爸叫钟宇，我叫钟思乔，小名穗穗。我的出生年份是2029年，今年5岁啦。爸爸，爸坏掉啦！乔清雾，这孩子眉眼简直是他的等比例缩小版。2029年出生，现在是2026年，他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。小伙子，以后可得看好孩子啊！一定，警察同志辛苦了。耶，回家！乔清雾那个没七情六欲的人机女总裁会跟我生孩子，这不科学。先做个亲子鉴定。家庭亲子鉴定，整整3000块。我1个月的实习工资也就5000啊，直接回到解放前。爸爸，你是不是不高兴呀？没有，爸爸高兴。走，跟爸爸回家。小鱼，你好呀！你好。这个全屋智能系统是我昨晚才刚装好的，连名字都是我自己取的，他怎么会知道？小鱼，空调26度。好的，空调温度已调整为26度。真是我和乔清雾的孩子，乔清雾可是我的顶头上司，还是铁哥们乔明的亲姐姐。那女人清冷禁欲，我怎么敢染指她？爸爸，饭。那个穗穗，咱们吃面条可以吗？给你加2个鸡蛋。爸爸以前都会给我做好多好吃的菜。是吗？那爸爸都给你做什么菜啊？炸鸡、菠萝鼓劳肉、糖醋里脊、番茄炒蛋、鱼香肉丝。未来那个终于是被厨神附体了吗？我一个外卖10级用户居然会做这些，这一顿200多肉疼，但谁让这可能是我未来的女儿呢？好吃，喜欢爸爸。我的妈呀！我的老，我的棉裤，我的袄，我的大脑变大枣，我的女儿哪里跑？爸爸，妈妈呢？爸爸，天都黑了，妈妈怎么还没下班？妈妈晚上不跟我们一起睡觉吗？你以前都是跟爸爸妈妈一起睡的吗？有时候是呀。那为什么是有时候呢？因为有时候妈妈不同意呀。妈妈说爸爸妈妈有大人的事情要做，穗穗是小朋友，不可以看哦。大人的事？我认识的那个乔清雾怎么会说出这种黏糊糊的话？穗穗，妈妈今天工作特别忙，不回来了，今天就爸爸陪你，好不好？好，那爸爸要给我讲故事。爸爸，我还没有洗澡，我都臭臭了。穗穗，你自己会洗澡吗？会，以前都是妈妈给我洗的。穗穗，妈妈不在家，爸爸是男生，帮你洗澡不方便。今天我们先不洗了，好不好？就忍1个晚上，明天爸爸一定想办法。好吧，但是明天我一定要洗得香香的，香香的才是小公主。好，明天保证让你当上香香的小公主。去找乔清雾这件事，
不能再拖了，明天必须去公司找他摊牌。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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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。爸爸，起床，太阳晒屁股啦！碎碎，爸爸今天要去上班挣钱，你在家乖乖的，不能给陌生人开门，知道吗？无聊了就跟小鱼聊天，爸爸在手机上能看到你。知道啦。要是带他去公司，这张跟乔琪一模一样的脸，非得在公司掀起大风暴不可。爸爸再见，早点回来。完蛋，大魔王乔发飙的前兆。这点小事也要来问我，那我干脆给你当妈好了。但我提醒你，我可没有给人当妈的爱好。小鱼，小鱼，我想听萌萌巴士。好的，正在播放。该回去陪他吃饭了，不能再等，必须主动出击。王哥，要给乔总签字，交给我吧。这怎么好意思？回来我请你喝奶茶。乔总，这份文件需要签字。乔总，我还有点私事想单独跟您汇报一下。哦，有什么事是他们不能听的？非常重要的私事。你们先出去。说吧，希望你的私事值得我花时间。乔总，我要说的私事就是，你女儿在我手里。你这种症状持续多久了？上次公司体检没查出来吗？爸爸，我好乖的，你要快点回来哦。小姑娘很可爱，所以呢，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？乔总，这是你的女儿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这个女孩叫穗穗，是你女儿，她是从8年后，也就是2034年穿越回来的。虽然确实很像我，但穿越这种事我不信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像鬼上身说胡话，但她现在就在我家，你要是不信，中午跟我回去亲眼看看。这笑怎么看着那么瘆人呢？这是什么新的骗女孩回家的方式吗？怎么，你家这个小孩还会后空翻？小孩会不会我不知道，但我家的猫会。呸！乔总，它长得跟你一模一样，你再看看，那鼻子、那眼睛，简直就是你自己的翻版。虽然确实很像我，但穿越这种事，我不信。上学的时候让你多看点小说，跟害你似的，天天就知道搁那埋头学，真碰到穿越就老实了吧？说什么呢？你是不是在偷偷骂我？没有。乔总，不信你就亲自跟我回家看看，不放心的话，你带180个保镖都行。这小孩非说你是他妈妈，你也不想让一个可怜的小女孩没有妈妈吧？那好吧，我跟你去看看。搞定。乔总，待会儿让司机师傅跟着我走就行。终于上车啊！那我这小电驴，好吧。妈妈，你终于来啦！穗穗好想你。妈妈，快进来换鞋。乔总，不用换了，我家有没有多余的拖鞋，直接进来吧。你叫穗穗是吗？妈妈，你生病了吗？你怎么不认识穗穗了？妈妈，我好想你。昨天晚上你不在，爸爸都没有给我洗澡，穗穗都快臭了。好家伙，这小家伙居然还会告状！爸爸是……妈妈刚才不就是和爸爸一起回来的吗？爸爸居然是钟鱼，这不可能！难道未来我是看中了他的优秀基因？穗穗，爸爸和妈妈结婚了吗？结了呀。
爸爸妈妈感情可好啦，有的时候岁岁都觉得妈妈才是小朋友。什么意思？因为妈妈比岁岁还喜欢黏着爸爸，晚上要爸爸陪着睡。吃饭的时候，爸爸夹什么，妈妈就吃什么。妈妈不爱吃芹菜，爸爸每次都要哄好久。还有，妈妈这么大了还要爸爸抱。妈妈，这个亮晶晶的好看。拿去玩吧。乔总，现在相信了吗？我需要去做个亲子鉴定。乔总，我也很难相信，但我昨天做过了，岁岁确实和我有血缘关系。那个，你没有姐姐妹妹什么的吧？没有。岁岁，妈妈带你去吃饭。好耶，去吃好吃的。爸爸呢？爸爸不跟我们一起去吗？爸爸就不去了，你和妈妈去吧，玩得开心点。陈伯伯好。哎，小朋友你好。今天分明是他们第一次见面，他怎么会认识陈师傅？姐，我的卡怎么又被停了？你是不是又偷偷断我粮？你上个月的账单需要我一条条帮你念吗？不就多花了一丁点吗？而且我还得买显卡。我想吃草莓小蛋糕。姐，刚刚谁在说话？哪来的小孩？什么小孩？我最近在练习夹子音、萝莉音，不行吗？姐，你说是那种杏眸瞪圆、嘴唇微嘟、打了一个小奶嗝、两手卷曲成小粉拳状、揉眼睛、夹紧屁股发出的萝莉音吗？乔明，你这个月就好好去做始皇主理人吧。啊，姐，什么主理人？听着挺酷的。去捡垃圾养活你自己。妈妈，刚才在跟舅舅打电话吗？我听到他的声音啦。隔着听筒连乔明的声音都能认得出来，看来她真是我未来的女儿。医生，我要最快的加急结果。谢谢妈妈，喜欢妈妈。慢点跑，小心路滑。爸爸，你看，妈妈给我买的新裙子。乔总，如果鉴定结果出来，确认岁岁是你的孩子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会负责。我也是。岁岁从8年后过来，在这个世界上能依靠的只有我们。不管未来我们怎么样，从他出现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是他的父母了。所以，我也会负责。岁岁从8年后穿越过来，那2034年的他岂不是凭空消失了？未来的我和乔清雾现在肯定急疯了，正掘地3尺找女儿呢。兄弟，辛苦你了。岁岁，爸爸问你个事儿，你昨天为什么会在警察叔叔那里啊？我在家里的花园抓蝴蝶，然后看到一只白色的小狗，它对我汪汪叫，我就跟着跑出去啦。后来迷路了，我就去找警察叔叔啦。这安全教育倒是挺到位，但穿越的剧情是不是太草率了？那天就你一个人在家吗？爸爸妈妈不在？爸爸妈妈要上班呀。梅姨在做饭，我就自己在花园里玩。梅姨是谁啊？梅姨是做饭很好吃的阿姨呀。未来的保姆吗？花园、蝴蝶、白狗，没有电闪雷鸣，没有神秘漩涡，这根本就不玄学。爸爸，你不高兴了吗？没有，爸爸想事情呢。不过我觉得爸爸做的饭最好吃，比梅姨做的还好吃，是全世界最好吃的。这小玩意儿到底谁发明的？也太乖太懂事了。周一开超跑，周二开跑车，周三开越野车。大周末早上7点按门铃，万恶的资本家，不用想也知道是乔清雾。
乔总，早啊。早。小鱼，空调26度。好的。你先坐，我去洗漱一下。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，穗穗确实是我的孩子。我早就猜到了。坦诚地说，我完全不敢相信我们在未来会是那种关系。我对你没有任何感觉。巧了，乔总，我对你也完完全全没有任何感觉。我不信爱情，更不会接受未来的自己会嫁给一个比我小3岁的人。你不相信爱情就不相信呗，还嫌我年纪小？我也无法接受未来的我会和一个生活里只有工作的人在一起。你和乔明一样，幼稚不成熟。你每天板着个脸，谁看了不压抑？你生活没有条理，你性格乏味，你家乱，你家样板间。你去过我家吗？就说我家样板间，这还需要去吗？猜也能猜到。3年后我27岁，是打拼事业的黄金期，我绝不会在这个年纪怀孕。肯定是你不做错事，只顾自己，才造成了这种后果。乔总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你哭着求我的呢？乔总，你没事吧？脸怎么这么红？是屋里太热了吗？小鱼，温度调低2度。终于，你不要胡说八道。这样看来，我们对于未来的想法是一致的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未来的我们并不幸福？对啊，这是上天让我们提前意识到这点，自发阻止未来发生。所以呢？那简单。反正你嫌我幼稚，我嫌你无趣。乔妹妹，乔妹妹，虽然说，人生我们绝不爱上对方，维持现状。没有什么。不得不承认，这是这2天听过最顺耳的话。乔总，你认识梅姨吗？穗穗说她穿过来时，梅姨正在屋里做饭。梅姨，她是我家的保姆。那就是了，穿越地点在你家，那送她回去的契机肯定也在你家。所以穗穗住在我那里最合适，不管是从条件还是出发规律来看。乔总，你现在一个人住吗？这事儿可不适合让身边人知道。我21，你24，这凭空多出个5岁女儿，往前一推，不就成了？这小子的脑回路还真是。我明白，我家就我一个人住，保姆梅姨，我会让她签保密协议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在说悄悄话吗？可 Q 弹了，你要不要试试？无聊。穗穗，跟妈妈回家住好不好？好呀，跟妈妈回家。爸爸，我们回家。爸爸有别的事情要做，不能跟我们一起回家。那爸爸什么时候回家呀？爸爸忙完事情就会回家了。爸爸，我会想你的哦，你也要想穗穗。知道了，穗穗要乖乖听妈妈的话。爸爸再见。乔总，你家地址是不是该发我一个？什么？好歹我也是他爸爸，连个探视权都没有，是不是有点惨？好，我待会儿发你。还有，我们好像还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，加一个吧。哦。以前写代码是兴趣，绝不买，但现在为父则刚，总不能全靠妈养。样板间还真被那小子说中了。妈妈，我们家怎么不一样了呀？哪里不一样了？我们家墙上有好多照片的，有爸爸妈妈的婚纱照，还有穗穗的照片。沙发也不对，我们家沙发是软软的灰色沙发，
上面还有好多抱枕，还有花园里爸爸种的小番茄、樱桃和草莓呢。未来的我，竟然任由那个幼稚的家伙把我的家折腾成那副德行。竟然真的很 Q 弹。哎，等等，我什么时候也变得跟钟鱼一样无聊了？乔小姐，今天中午想吃点什么？梅姨，她叫穗穗。梅姨，以后辛苦你照看她。家里有小孩这件事需要严格保密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乔小姐放心，我嘴巴最严。妈妈，你要早点回来哦，穗穗会想你的。知道了，在家乖乖的，不要乱跑。你好 ，Z 神，我是巨鲸资本的萧芷宁。你比我想象的年轻，而且头发非常茂盛。程序员有道终极选择题，头发 or 代码，二者无法并存。那你选了什么？我选偶尔。他这是在和女孩子约会。乔总，你和穗穗在家吗？我正好在你家附近。刚和女孩子约会完，就顺路抽空看女儿，真是时间管理大师。我不在，穗穗在。那我现在过去方便吗？嗯。梅姨，今天辛苦了，可以提前下班了。乔总，下午好啊！老天爷，我发现你对我还是挺好的。这小玩意儿真是我能生出来的吗？咋这么萌啊！谢谢乔总。现在幼崽的玩具都这么高级了，我小时候都是玩泥巴的。这脸冷的，谁抢了她老公似的。不理我，我找理我的人去。穗师傅，今天给爸爸做什么好吃的？我在给爸爸妈妈煎牛排。爸爸，这一块焦了，给你吃。这一块最嫩啦，给妈妈吃。哎，得，这就是我清晰明了的家庭地位。爸爸好吃吗？好吃，太好吃了，不愧是穗师傅的手艺。爸爸，再吃个小番茄。好嘞，酸酸甜甜，我感觉我的味蕾在跳舞。他倒真是挺会哄女孩子开心，不管是5岁的还是20多岁的。爸爸，那是什么呀？是给穗穗的礼物吗？穗穗是小女孩，你买奥特曼，太敷衍了吧？乔总，有些话可不要说太早。哇，是奥特曼！这是迪迦，这是佐菲，还有赛罗、贝利亚和哥斯拉。谁规定小女孩不能喜欢奥特曼？我小时候还爱玩跳皮筋呢。小雾啊，你外婆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从青秀山下来了，现在到临城了。外婆不是在山上修行吗？怎么突然下山了？我哪知道啊，她要是去你家，你多看着点啊。
一把年纪不让人省心。喂，小雾啊，我到你那个什么兰亭别墅区的大门口了。哎呀，我给忘了你住几栋，你告诉我一下。外婆您别动，就在大门口等我，千万别乱走，我马上过来接您。钟宇，快把这些玩具都收起来，我外婆过来了。啊，你外婆？先把玩具藏起来，然后你带穗穗跑。好了，你先带穗穗走，别被我外婆看见。遵命，乔总。小雾，快给外婆开门！来不及了，快带穗穗上楼，躲2楼房间里。飞高高，爸爸飞高高。爸爸，有电梯。电梯太慢了。外婆，您来了。外婆突然下山了，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？不讲，佛祖说了，我修行2年顶别人20年，特准我下山游历人间。对了，小雾，你会玩游戏吗？我打野可厉害了。外婆，先进来。爸爸，去那儿。等等，这味道，这里居然是乔清雾的卧室！卧槽，非礼勿视，阿弥陀佛！穗穗，看，奥特曼会后空翻。爸，后空翻。小雾，大好年华怎么不找个男朋友？只要不未婚先孕，外婆都接受。外婆，您能正经点吗？这粉水晶是开过光的，能招桃花。走，放你卧室去。外婆，不麻烦您，我自己拿上去就行。那不行，位置朝向有讲究，必须我亲手放。完了，那家伙的手机忘在客厅了。小雾，磨蹭什么呢？外婆，您慢点，台阶滑，千万要扶好。行了，外婆耳朵没聋。嘘。好。你这房间冷蹭的跟庙一样。这个位置刚好，我们走吧。嘘，小嘴巴闭起来。太香了，再待下去，我不被憋死也得被香死。爸爸，我的腿花了。是腿麻了吧？来，爸爸给你揉揉。我操，还来！乔总，妈妈，终于，你怎么在里面？那个，你外婆走了吗？还没，外婆要去朋友家住，我换身衣服准备送她。那你快换，我们绝不看。外婆不上来，你们出来吧。乔总，你大概什么时候回来？被外婆的朋友缠住了，要晚些。你先哄穗穗睡觉。怎么有种老婆给老公发号施令的感觉？今天是爸爸给我讲故事吗？是啊。爸爸，你怎么不上床呀？等穗穗睡着了，爸爸再上床。这种感觉很陌生，却一点都不讨厌。我总是不能有。乔总，你回来了。他睡了。早睡了，跟头小猪似的，估计今天玩累了。乔总，那我就先溜了，明天还得早起上班呢。那你回去注意安全。我知道，香香软软男孩子在外面也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吗？原来不
不只我一个被带娃榨干了，平衡了，这下彻底平衡了。爸爸，穗穗晚上好啊，今天有没有想爸爸呀？想啦，穗穗每天都想爸爸。爸爸，你看，这是我今天画的画。哇，画的太棒了，爸爸一定要把它裱起来。爸爸，你吃饭了吗？吃了汉堡、炸鸡、麻辣小龙虾、烤鱼、铁板烧、奶茶。哇，爸爸好厉害！怎么了，穗穗？谁欺负你了？没有，爸爸，你这个星期为什么只来看穗穗一次呀？爸爸，你是不是不喜欢穗穗了？是不是也不要妈妈了？谁说的？谁说爸爸不喜欢穗穗了？谁在栽赃？谁在陷害？穗穗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因为爸爸这个星期只来看我一次，而且爸爸都没和妈妈一起睡。墙上的婚纱照也没了，以前爸爸都会叫妈妈宝贝老婆的，现在都不叫了。宝贝老婆，再说下去就是付费内容啦。穗穗听我说，爸爸永远都喜欢穗穗，爸爸也没有不要妈妈。对，爸爸妈妈特别好。穗穗，把电话给妈妈。乔总，我觉得关于穗穗的问题，我们有必要当面重新讨论一下。我现在过去。爸爸，换鞋。他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门边等，非要第一个给你开门。我真该死啊，居然让女儿等这么久。穗穗，爸爸觉得婚纱照上只有2个人太孤单了，你画的画更好，有我们3个人。真的吗？我们一起把你的画装进去，挂起来好不好？好耶，好耶！最喜欢爸爸妈妈啦，耶！爸爸妈妈也最喜欢穗穗。怎么感觉像离异夫妻为了孩子在强行营业，演技全靠孩子脑补？我亲了爸爸，又亲了妈妈，现在该爸爸妈妈亲亲啦！男人的最大魅力就是解决问题，我已经是个成熟的男人了。这题超纲了。化妆好了，穗穗，你觉得挂在哪里最合适？那里，穗穗要挂在那里。乔总，方便吗？挂吧。乔总就是仁义，那我去拿工具。爸爸，再往左边一丢。好好好。哎呀，高了，下来一点。穗穗，把牛奶喝了，早点睡觉才能长得高高的。穗穗要长得跟爸爸一样高。爸爸，我想听上次那个奥特曼把哥斯拉做成铁板烧的故事。奥特曼一把抓起哥斯拉，啪的一下就按在了铁板上。哇！哎，好了，第3个故事讲完了，穗穗该睡觉了吧？穗穗，怎么了？今天是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我怕。穗穗，怕什么？爸爸在这儿呢。我怕我一睡着，爸爸就不见了。如果我晚一点睡，爸爸是不是就能多陪我一会儿了？我太自私了，我以为视频连线能应付过去，却忘了他在这个陌生的世界，只有我和乔清雾。爸爸今天不会走了，妈妈跟你保证。只要穗穗乖乖睡觉，明天早上醒来，一睁开眼睛就能看到爸爸。真的吗，妈妈？爸爸是真的吗？谢秀，人在床边，你老爸我也是刚收到加班通知，当然是真的，骗人是小狗。好耶！那妈妈睡这边，爸爸睡这边。乔总，你夸下的海口你自己不填坑吗？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啊！怎么了，爸爸妈妈？以前我们都是这样睡觉的呀。穗穗说的对，但是爸爸妈妈还没洗澡，要洗完香香的才能上床。那爸爸妈妈快去洗澡呀，穗穗会乖乖在床上等着你们的。爸爸妈妈去说一会儿话，穗穗闭上眼睛，很快就睡着了。乔总，啥意思啊？这是？今晚要是不陪着他，穗穗是不会安心睡觉了。你先去洗澡啊？
多用几遍沐浴露再上床。行，那先把碎碎哄睡着，我再去客房睡，明天一早我再回来。你去乔明的房间洗，找他的备用衣服换。多用几遍，这感觉怎么像刚入宫的妃子喜香香香准备去侍寝？我这算不算是富平女贵？爸爸洗香香了，可以快上来呀！我们再等等妈妈。好香。嘿嘿，爸爸妈妈身上的味道是一样的，好香。爸爸讲故事。乔总，换你来吧。我讲。对，发挥专业优势，讲讲公司法或股权激励，保证他秒睡。别胡闹。那，妈妈给碎碎讲一个小熊的故事。好。在很远的森林里，住着一只小熊。下雪了，小熊闭上眼，沉沉睡去。碎碎，这个女人怎么跟八爪鱼一样？我胳膊都被她压麻了。我操！想怎样？纯情男大防线要崩了！乔总，不对，平时抱的枕头怎么会有心跳？根本静不下来，我怎么一直在想这个？还有昨晚，我怎么会像八爪鱼一样缠着它？一定是那款沐浴露的味道太熟悉了。没错，罪魁祸首是沐浴露。今天必须让它换成闻起来就有距离感的薄荷味。爸爸妈妈，碎碎又在做梦吗？爸爸，爸爸没有骗你吧？走，我们去找妈妈。碎碎，先自己去地毯上玩一会儿，妈妈和爸爸有工作要谈。好。同居协议？乔总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我先声明啊，小弟我绝不卖身。你想什么呢？我们不知道碎碎什么时候能回去，为了他的安全感，我们必须住在一起，扮演好恩爱夫妻。同居期间，在孩子面前要扮演好恩爱夫妻，但在私底下必须保持距离，绝不能越界，严禁爱上对方。乔总，你这防范条款到底是在防我，还是昨晚抱我太紧，在防你自己啊？乔总，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，小弟膜拜膜拜你。陈师傅，钟先生，你说，你知道生活中什么情况最容易死吗？行车不规范，亲人两行泪啊。你的房间在那儿，客房。好嘞。梅姨，这位是钟宇，这段时间他住在这里，还是一样要保密。这么帅的年轻小伙子，现在的大学生年纪轻轻就不想努力了吗？有个项目的资料明天开会要用，拿上电脑来书房聊一下。乔总，现在是不是已经下班了？在家里办公可以省去通勤时间。你现在是我的助理，不是吗？37度的嘴，怎么能说出如此冰冷的话？10倍加班费。那没事了，乔总你可真是天使。爸爸早上好，爸爸你今天是熊猫眼耶。因为爸爸昨晚和邪恶的怪兽大战了300回合。我第一个吃完。爸爸妈妈，
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那你去书房帮妈妈把电脑拿过来吧。好哦，都要装电脑。爸爸一个，妈妈一个，完美。爸爸的，妈妈的。5分钟，要命啊！乔总真是一台不吃不喝的人机。真的，我就没见他笑过。你说他这样的人，睡觉是不是也在被子里独立着？别把乔总想的那么无趣嘛。如果乔总能看上我，开豪车住别墅我都愿意，就算他天天穿着高跟鞋踩我，用他那纤纤玉手扇我都会说好爽，再来。你这人怎么连吃带拿啊？你们说，如果我追乔总有几分胜算？4分吧。5分总分？100分总分。那如果是小钟的话，几分胜算？看脸的话，95吧。什么？我有比小钟差这么多？要不你先照照呢？这杯口还没我手掌大，能照清啥？随地小便不太文明，张哥，用这个看得清楚。小钟，乾坤未定，你我都可能是老板夫啊。不对，这根本不是我的电脑，这是乔清雾的，2台长得一模一样，一定是早上碎碎装错了。我的电脑壁纸是我自己的西装艺术照，要是被高管们看见女总裁电脑里是我的帅照，这瓜可就上天了。杨秘书，连接投屏。看见没？乔总的电脑桌面是个极品小帅哥，这绝对是铁树开花，乔总谈恋爱了。乔总，这就是你在家压榨我的报应吧？我得电脑，我没暴露吧？大家不会按着照片找我吧？投屏不到5秒，你是新来的实习生，没人会联想到你身上。小雾，谈男朋友了？我没有男朋友。没有就快去找，你年纪不小了，身边得有个人。您就别费心了，我为什么不谈恋爱，您不是最清楚吗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别忘了，你现在拥有的凌月科技是我给你的。您是给了我一个破产烂摊子，当年债务缠身，是我花3年才扭亏为盈。16号是我的50岁生日宴，你必须回来参加。知道了。巨鲸资本的第1笔款到账，终于不用再被陈师傅用八卦的眼神持续围观了。都是4个轮子，能开就行。梅姨，我回来了。钟先生回来了。爸爸，妈妈呢？妈妈今天要晚一点才能回来，爸爸先陪你捏小狗，好不好？把车牌号发我，我让物业登记。晚上和朋友在外面吃饭，你哄碎碎睡觉。这语气，怎么有种老夫老妻互相报备行程的既视感？我可听说了，你最近有情况？别瞎说，没有的事。行，不公开是吧？那我谈到你老公可别怪我。我最近看上个顶级建模的小帅哥，一见钟情。你确定是一见钟情，不是见色起意？这肯定是起意了，但主要是感觉对。他好幽默的，又帅又有趣，完全是我的菜。喜欢就追呗。我已经在准备下手了。就是吧，他才21岁，比你小。对啊，年纪小才好。弟弟有劲，是真往你身上使啊！你帮我问问你弟乔明，他们这年纪的男生喜欢什么？乔明整天吊儿郎当，还是问钟瑜更靠谱些。同居协议写明不许越界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可我为什么不觉得被冒犯？哟，看什么呢？脸都红了。
没什么。早点回来哦，好想你。原来是穗穗，误会解开了。可我的心跳为什么还是这么快？青雾，帮我问了没有？你弟弟那种年纪的男生喜欢什么礼物？这家伙还真是质朴。奇怪，我很久没住这儿了，谁寄的东西？我去，16888。喂，快递员吗？刚签收的件寄错了，麻烦你过来取一下，运费到付。穗穗，晚饭没吃饱吗？还烤小烧烤呢。爸爸，明天天气怎么样？会不会出太阳？会啊，一整周都是大晴天。怎么了？太棒了！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露营啦？爸爸妈妈答应过穗穗的，只要天气好就带我去。我们烤真的烧烤。这肯定是8年后的我欠下的债。行，爸爸现在就去跟妈妈商量。乔总，商量个事儿。穗穗最近一直待在家里，都要被憋坏了。她刚刚说想去露营。这个周末我没有安排，那就去吧。行，那我挑个远一点、人少的地方，保证没人能认出你，绝不打扰乔总清静。周末开你的车吧，我的车牌太多人认识，容易被发现。没问题，听你的。爸爸，这个要带，那个也要带。这个太重了，爸爸来。小熊也要去露营看星星。行，小熊也算家庭成员，带上。妈妈，快醒醒，我们要出发啦！爸爸，咕噜咕噜，起床！爸爸这就起，你先去把嘴里的泡泡洗干净。Come on，掐了你也穿了白色入定，这就叫宿命，也叫命中注定。这不仅是这哪来的纯欲校花学姐？走错片场了。我说去喝一个，你说你就经过，那进去坐一坐。妈妈，你今天好好看，不是妈妈，是姐姐。怎么样？这样应该就不会被人认出来了吧？确实，这谁能认得出来？谁能想到这个青春靓丽的女大学生会是凌月的女总裁啊？来，爸爸抱着你趟过去。爸爸，那妈妈呢？爸爸，你有2只手哦，你可以一只手抱我，一只手抱妈妈呀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可以自己趟水过来。你带换的鞋子了吗？没带。那你就别湿鞋了，在原地等我一下，我先把穗穗送过去，再回来帮你。乔总，你不会是觉得我抱不动你吧？放心，就你这个小身板，我扛起2个你都没问题。耶，爸爸好棒！来吧，乔总，到你了，手搭我肩膀上，抓稳了。好轻，抱起来跟抱了个纸片人似的。21岁的弟弟刚刚好，好像确实很有劲。哇，爸爸好厉害！爸爸加油！你看看人家，那才叫抱。你再看看你，你这是抱吗？你这是扛，跟扛猪肉似的，一点都不唯美。人家抱一下都小脸通红，一看就是热恋呢。咱们都老夫老妻了，就别矫情了，行不行？再说了，中年夫妻亲一口，噩梦得做好几宿。乔总，你的指甲好尖，快把我戳死了！啊，不好意思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给个5星好评啊！妈妈快来，我们在这里搭帐篷。我真没用力，她皮肤也太娇嫩了。穗穗像个白软的小蛋糕，果然是遗传了她，还好不像我，皮糙肉厚。爸爸，这个给你。谢谢，但爸爸现在需要的是锤子。爸爸，用这个锤。
好，好，好，宝贝真聪明。我去洗一下。妈妈，我跟你去。你别去了，那边滑。你在这儿帮爸爸看着火。好，碎碎看着。哎，小妹，你们动作真快啊！帐篷都搭好了。刚搭好。你们俩看着跟大学生似的，真没想到孩子都这么大了。你老公看起来就特别能干啊？怎么看出来的？姐是过来人，还能看错？你看他刚才抱你过河，轻轻松松的，一点不费劲，那腰力得多好。大姐说的对不？说实话啊，刚才你们在那边搭帐篷，我也偷偷观察了好久。我跟你说，我从来没在现实生活中看见有哪对男女有你们这么般配的。不就是吃个草莓，我死盯着他看干什么？妈妈，你的脸怎么红彤彤的？天气太热了。那我给妈妈扇扇风。你站大太阳底下暴晒，能不热吗？过来这边坐着啊，别中暑了。你也要来露一手，原来你会做饭啊！我自己爱吃，所以会一点，只会这个。妈妈煎的牛排是世界上最好吃的，爸爸做的菜也是宇宙第一好吃。看来我以后是得学学做饭了，不能输给他。碎碎，这是你的，刷了蜂蜜，不辣。乔总，这份放了微辣，你应该能吃。我记得你好像不吃生蒜。他居然记得我不吃生蒜。Victory！ 哇，爸爸好厉害！爸爸简直是个天才！不是这样，手腕要放松，身体要侧一点。对，用手腕发力甩出去。我大概知道了。妈妈，你跟碎碎一样厉害。这怎么还赖上我了？看来有些美好的东西，注定只能留在记忆里。用这个拍吧，想拍星空，用长曝光 ，M 档 ，ISO 调到1600，光圈开到最大，快门时间设置成30秒。真好看。爸爸，你看那一颗星星，是不是太爷爷呀？碎碎为什么这么说？是爸爸告诉我的呀。爸爸说，太爷爷去了很远的地方，就变成天上的星星，每天晚上看着我们。太爷爷，那是我爷爷。可我爷爷身体硬朗，未来的我却说他变成了星星。碎碎，你还记不记得你最后一次见太爷爷是什么时候？我不记得了，但是爸爸说过，就是碎碎刚出生的那年。碎碎出生那年，那就是3年后。爷爷他只有3年了。碎碎，你看，天上的星星是不是开始眨眼睛了？他们在催小朋友睡觉了。我们回帐篷里睡觉，我哄他睡着就出来。你等我一下。刚才碎碎说的，你爷爷的事。我爷爷是个退休老教授，我上大学第一次拿奖学金给他买衣服，他嘴上说乱花钱，转头跟老伙计炫耀了1星期。他现在身体好吗？挺好的，除了高血压、老寒腿没别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我觉得回去后先带你爷爷去做个全面的体检吧。我外婆每年都在和睦医院体检，我帮你联系院长安排专家。老年人要重点关注心脑血管，
你把他的基础病历发我，我让专家组提前评估。乔总，看你的反应，就知道你爷爷对你一定很好。我外婆也是，我觉得我大概能懂你现在的心情。而且，你爷爷也就是岁岁的太爷爷，他的事也算是我的事。谢谢。最开始讨论岁岁穿越时就提过，说不定是上天想让他回来，阻止一些未来会发生的事。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，在岁岁的提醒下，未来是有可能被改变的，包括我爷爷的未来。对，如果是因为疾病的话，能提早发现问题，提早干预，一切都不是没有可能。乔总，没想到你还是个隐藏的心理专家，安慰起人来有理有据，一套一套的。我只是实话实说，我向来不擅长劝慰人，可看他平时那么无所谓，今天情绪低落，我竟然很不习惯。这可是现代文明的伟大发明，物理结界达成，这下绝对安全，看你怎么缠上来。睡袋提供了清晰的个人边界，楚河汉界泾渭分明，很合理。对于他来说，我把自己包裹得跟蚕蛹一样，反而更像一个标准的长条人形抱枕了。我昨晚真安分，没有再把钟鱼当抱枕骚扰人家。看来我的睡品还是很过关的。早啊，乔总早。昨晚睡得不错吧？看你睡得那么沉，真是让人羡慕啊。确实睡得挺好的，没想到在野外帐篷里也能睡得这么安稳。对了，昨晚跟你说的事，我已经联系好了和睦医院那边，你看看时间，随时带你爷爷过去就行。乔总，那就谢谢你了。我的小祖宗怎么不穿鞋就跑出来了？踩到石子怎么办？岁岁睡醒了，这里不好玩了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小孩子的新鲜感果然跟手机电量一样，极其不经用。昨天还满地乱跑撒欢，今天就嚷着不好玩了。那就回去吧，本来也是为了陪他。走吧，回家。爷爷，走了，我带你去做个体检。不去不去，我这身体上山能打虎，下海能擒龙，好的不得了。做什么体检？你这小子有钱自己留着花，不够就来找爷爷要。爷爷退休工资1个月1万多也花不完，都给你留着。哎，那可真是太可惜了。这可是我们公司给的家属福利，顶级私立医院的体检套餐，不去可就直接作废了。真的？真的，我骗你干嘛？快走吧，都预约好了，迟到不礼貌。哎呀，我这大孙子啊，真是太孝顺了，非要拉着我去那个什么贵族医院做什么全身检查，拦都拦不住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就是孝顺，真是烦人哦！哈哈哈哈。小鱼儿，这地方正规吗？怎么跟不法会所似的？咱不能干违法的事儿。爷爷一辈子清白，可不能毁在你手里。爷爷，您想哪儿去了？这是医院，都说了是公司福利，我们老板人好，不差钱。这么好的老板，那你可得一辈子缠着他，可别放手，听见没？一辈子缠着，那我不成了吃软饭的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您老快去检查吧。小雾，你怎么来了？外婆，您一定要好好的。傻孩子，外婆还要看着我们小雾结婚，帮你带孩子呢。对了，你爸爸的生日是不是快到了？他让你去了吗？他打了电话，让我去。去，多在他面前露露脸，省得他整天被外面的狐狸精迷了眼，把别人的女儿当宝。当年他和母亲白手起家，公司做大后，他却嫌母亲不够温柔，转头把带着拖油瓶的初恋薛珍珠接回了家。我本来也不图他的父爱，钱到位就行。哎，你这么想就对了。你爸精明，
虽然养着那对母女，却一直不给名分。他清楚，真正的继承人只有你和乔明。你们要是不去争，那就真便宜了外人。属于我的东西，我自会去争取，绝不让给别人。外婆，医生说您要按时吃降压药，您今天吃了吗？还有高油高盐的少吃。吃了，都听你的。现在反过来了，你把我当5岁小孩养了。您要是有5岁小孩一半听话就好了。哼，怎么了？我的游戏搭子今天一整天都不在线，信息也不回，没人陪我玩，我不高兴。哼，那您换个人一起打不就行了？你不玩你不懂，我跟这个搭子配合是最好的，天作之合，默契的不行。小雾，你也是一样，别因为你爸妈的事把自己搞得束手束脚。你看你跟个机器人似的，不就是谈个恋爱，又不是上战场，大不了不合适就分。哼，你连试都不去试，怎么就知道最后一定不好？别自己给自己上枷锁，太累。行了行了，我没事儿，你快去忙你自己的，别跟着我这老头子。鱼啊，还活着没？今晚老地方哥几个聚聚，你再不来，我们可要给你知道了吗？上香了。马上到，晚上跟大学室友有约，哄碎碎睡觉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好。我靠，我的失踪人靠回归啊！是不是偷偷谈恋爱金屋藏娇了？谈恋爱？我连跟母蚊子说话的时间都没有，这我作证。他天天在我姐手底下，能活着走出公司大门都算命硬。真的假的？我听说那乔总可是个灭绝师太，方圆10里寸草不生啊。确实水深火热，但也别那么夸张。我们公司福利很好，加班有10倍工资。你小子完了，彻底变成资本家的狗了！我姐那个人就是个机器人，设定好程序的，没有7情6欲，天天就知道工作，还虐待我这个亲弟弟。姐，这边建议你不要再说了。怕什么？他又不在。我跟你们说，他啊，我去，姐，皮痒了是不是？姐，你怎么大驾光临了？你跟踪我啊？你刷我的卡，短信发到我这儿了。刚哄碎碎睡下，看到消费短信我就坐不住了。我其实只想来看看，终于身边有没有别的女生。姐，你听我解释，你看我们这都是正经人啊。乔明姐姐好，久仰大名了。对，姐来了，姐，就一起玩会儿呗。姐，来这边坐，坐中间。乔小姐，真的是你啊！这么巧，跟朋友聚会。林医生，你也来玩啊？林延琪，外婆的前主治医生，可惜他跟私生女乔浅浅认识上了，我姐一得知便直接撤换了他。跟我妹妹一起，但他们这儿好像没位置了。都是朋友，挤一挤就有了。小哥哥你好帅啊！我叫林夕，你呢？最近公司很忙吧？我看你都瘦了。你外婆的血压偏高，要提醒她按时吃药。林医生有心了，但我的事不劳你费心了。我外婆现在的主治医生是李教授。我就是喜欢你这副冷冰冰的样子。你是一座雪山，征服你该是多么无与伦比的体验。至于乔浅浅，不过是个将错就错的乌龙。不过就算我不是徐老太太的主治医生了，有什么问题还是可以来问我。这家伙抗打击能力也太强了，真是个奇葩。要将冰冷数据和感性连接，千万级赏金，这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的。哇，小哥哥，你也逛程序员论坛吗？我叫林夕，杭大计算机系大2的，能在里面接活的都是大神，所以你也是大神吗？我不是。小哥哥你真幽默。那女孩为什么一直贴着他，嘴巴说个不停，真烦人。姐，你别喝了，我替你喝。我自己喝。时间不早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我看今晚乔小姐喝了不少，我送你回家吧。我今晚只喝了水，一滴酒都没沾。高手啊，来酒吧不喝酒，搁这干等，原来在这等着捡漏呢，真是带脑子的舔口。终于，你送我回家。啊，对，我是乔总的助理，送老板回家，应该的。原来只是助理啊，那没事了。不是，姐，你这么大一个活生生的亲弟弟还在这儿呢，你怎么不找我送你啊？这姐们是真喝上头了，胳膊这么烫，好软，带着酒气和他身上独有的清冷香气，直接往我鼻子里钻。
要不我还是跟你们一起回去吧。我姐喝成这样，我不放心。不用，不用。行吧，那你把她送回去，到了发消息。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乔明，你姐跟她那个助理，她真的只是助理，不然呢？你是不是看到一男一女就觉得有点什么？而且我姐找谁跟你有关系吗？也是，青雾怎么可能看得上这种毛头小子？热，忍忍，马上就到家了。热，好难受。喂，冷静，车里还有人呢。终于，你放开我，我要脱衣服。不行，公共场合注意影响。我不管，我就要脱。那你帮我脱。来，乔总，对着镜头比个耶。耶！这反差也太强了，酒品和睡相一样差，不过居然还怪可爱的。先生已经到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喂，醉鬼醒醒，到家了。我没醉。没醉是吧？来，走个直线，我瞧瞧。哼，走就走。行了，别走了，我相信你没醉，你只是单纯的想给大地一个法式热吻。我抱你吧。你好香啊！别闹。那个女的。什么？哪有女的？你别吓我！松手！到家了，再不松手我要收费了。我不喜欢。鱼，我姐今天整得跟失恋买醉一样，太不正常了。明天上班小心点，别出眉头。在酒吧，他一直盯着林夕，醉倒前说那个女的我不喜欢。我操，他不会是在吃醋护食吧？不可能，同居协议写的清清楚楚，不能越界。女总裁只是单纯的酒品不好，酒后乱性罢了，这才是合理的。别在这儿睡，上楼去睡。跟一个酒鬼讲道理，真是我天真了。卸妆。你说什么？我的脸要卸妆，皮肤会烂掉的。明天。行，这就带你去卸。卸妆只是擦掉灰尘，这区别在哪儿？他每天折腾半天的意义何在？爸爸，我听到你和妈妈的声音了。嘘，妈妈睡着了，我们小声一点。妈妈的脸好红呀！全都是我的。妈妈，你抱得我好紧，我要呼吸。妈妈乖，快睡觉。他喝醉了，爸爸去给他找点药啊。起来吃药。不吃，苦。不吃药，明天头疼死你。我不管，就不吃。爸爸，不对，你以前不是这样哄妈妈的。乖啊，吃完药就不难受啦。这是钟瑜的房间，我怎么会睡在他的床上？钟先生早上出门前特意嘱咐我说，你昨晚喝多了，让我给你熬一碗醒酒汤。他人呢？钟先生去上班了。妈妈，你头还痛不痛？不痛了。穗穗，你跟妈妈说，妈妈昨天晚上怎么会睡在爸爸的房间里呀？昨天妈妈喝了好多酒，爸爸要喂妈妈吃药，妈妈不肯，一直说药是苦的。然后呢？然后爸爸哄妈妈吃了药，妈妈就抱着爸爸不放手了，还像小狗一样在爸爸身上闻，说爸爸好香。我居然这么变态！爸爸想走，妈妈就呜呜的哭，所以我们就一起睡在这里啦。那今天早上呢？早上爸爸去上班，让穗穗陪你，可妈妈一下子就把穗穗推开了，抢走爸爸的被子抱着睡。
我正好在凌月科技附近，中午出来一起吃饭啊。我今天没去公司。穗穗，你先出去玩一会儿，妈妈要打个电话。好。我的天，乔清武，你居然没去上班，你现在还在床上？你不是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讲吗？你素颜，头发乱糟糟的。说，昨晚是不是背着我偷偷进行什么丰富的夜生活了？素颜昨晚的妆不见了。你到底有什么事要讲？不说我挂了。好好好，我说，你还记得我上次跟你提过的那个21岁的弟弟吗？那个21岁的弟弟？对对对，就是他，我打算把他约出来。哼，你上回不是说送他礼物吗？有效果吗？别提了，我听了你的建议，投其所好买了个最新款剃须刀，结果那蠢商家忘了写我名字，弟弟以为是诈骗，直接按原地址退回来了。所以你现在准备正面进攻了？老娘不装了，摊牌了！我打算直接约他去云上餐厅，氛围感拉满，拿下他分分钟的事。但我问过了，会位置排到明年了。这餐厅不是你家开的吗？快给我开个后门！什么时候？就今晚。行，那常年给我留了2个 VIP 包房，我今晚也去那边谈个合作，我们1人1个，互不打扰。我靠，这么快，爱死你了！你正常点儿。今晚有时间吗？一起吃个饭。用工作号约我，估计是全屋智能项目合同细节要当面敲定。可以，地址发给我吧。云上餐厅 VIP 6号房，晚上7点。来啦，坐。先看看想吃什么，别客气。肖总，今天这顿饭是工作餐吗？这个侧脸，那不是孩子爸钟瑜吗？萧芷宁一见钟情的弟弟是钟瑜。我亲手挑的约会战袍，在我家开的餐厅约我孩子的爹，我亲手把锄头递给了闺蜜。冲进去摊牌，可他现在还不是我老公。哪怕3年后才有穗穗，但一想到他跟别的女人在一起，我怎么会这么难受？肖总，今天这顿饭是工作餐吗？你希望它是什么餐呢？或者说，你觉得我们之间除了工作就不能聊点别的？我倒没想那么多，只是没想到这里这么隆重。早知道这么正式，我怎么也得回去换身体面的衣服。现在这样，感觉跟来蹭饭的小学生一样，都有点不敢动筷子了。哎呀，是我的错，就觉得这地方风景好，衣服不重要，主要是人帅，披个麻袋都好看。说起来，你这么年轻，在学校肯定很受女孩子欢迎吧？谈女朋友了吗？那倒没有，目前还是觉得工作比较重要，还得攒钱养穗穗，哪有心思谈恋爱？我看你资料才21岁，在哪个公司实习呢？凌月科技。哪儿？凌月科技？世界真小啊！我和你们总裁乔清雾是铁闺蜜。这么巧？可不是嘛！更巧的是，今天这个餐厅的位置还是他帮我定的。那乔总他知道你今晚订这个餐厅是跟我一起吃饭吗？知道啊，我其实没少跟他提你，所以他知道我要约你，二话没说就把这个 VIP 包间给我了。乔清雾不仅知道，还亲自安排了这么浪漫的场地，搞得我像个滞销农产品，还要他帮着找销路，感情能强求吗？我好歹也是穗穗的爸爸，你就这么想把我卖了？回去必须找你问清楚。快尝尝，这可是他们家的限量招牌，平时很难预约到。还可以。骗你的，心里不爽，吃什么都跟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没尝出味儿。算了，不装了，我摊牌。其实姐姐看上你，想追你来着，但现在我放弃了，我们还是当朋友和合作伙伴吧。肖总，多谢厚爱。不过你这人还挺难搞的，你之前是不是收到过一个剃须刀？其实是我送的，结果你给退回了。
快递员跟我说的时候，我尴尬的脚趾抠地。剃须刀还是我亲自建议的，原来乔清雾是在帮他投其所好。好你个乔清雾，不仅都知道，甚至还是半个策划。入口即化，太好吃了。岁岁肯定最喜欢吃这个，得给他带一个回去。你好，请问这款蛋糕有草莓味的吗？我想打包。你喜欢吃草莓蛋糕？刚才点餐怎么不说？我总不能告诉你，是我家里有个5岁的女儿爱吃吧？爸爸，是爸爸回来了吗？这是吃什么了？嘴巴都没擦干净。吃草莓小蛋糕。爸爸看，妈妈给我带的。爸爸也给岁岁带了小蛋糕。哇，那我先吃完妈妈的，再吃爸爸的。不行，晚上不可以吃这么多甜的，对牙齿不好。岁岁先把这个吃完，好不好？我们聊聊。哼，你今晚去云上餐厅了？哇哦，好巧啊！今晚我也在。嫌弃我？你干嘛？躲这么远？我身上有狐臭？没有，但你身上有很奇怪的香水味，我不喜欢这个味道。乔总，我今天晚上跟谁一起吃饭，你不是最清楚吗？我身上沾了谁的香水味？难道你不知道？我又没有在责怪你跟别的女人吃饭。喂，你别倒打一耙，恶人先告状行不行？餐厅的位置不是你亲自帮我们定的吗？送什么礼物不是你帮他问的我吗？乔总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癖好，比如给人当红娘？那我也只是帮忙订了个餐厅。再说了，你不也去赴约了吗？我去的时候可没人告诉我那是个私人性质的邀约，我以为是去谈工作去的，结果一进门，粉色气球、玫瑰花瓣，就差给我发个戒指了。那你们聊得怎么样？可能要让乔红娘失望了，我们都说清楚了，未来不可能有别的发展。那你怎么不早说？我早说什么？你也没问啊。还有，虽然我们说好了要把悲剧从源头掐断，但请你以后不要再自作主张给我安排这种相亲局，把我推给别人，我不喜欢这种感觉。等等，我们好像有什么误会。我承认，餐厅是我订的，礼物是我问的，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他要约的那个人是你。你不知道？我怎么会知道？萧芷宁只说他喜欢上一个21岁的弟弟，我哪知道是你？我问你礼物，是因为你也是21岁。本想问乔明，但他不靠谱。而且，你不是说你喜欢钱吗？对不起，是我先入为主了。我看到和他吃饭的是你，下意识觉得你们互相有意思，但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事。那我也有错，我也误会你了，说话太冲。我以为你是急着想改变未来。这我真没有，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。行，那就是个乌龙，说开了就好了，都过去了。等一下，你刚才说乔明不是很靠得住，所以才来问我，那你的意思是我很靠得住？比乔明好一点吧。那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，赢过乔明也不是什么很有成就感的事。还吃得下？那今天就奖励你再吃一个吧。好耶，谢谢妈妈。这个给妈妈吃，妈妈也喜欢吃草莓的。那我呢？爸爸辛苦带回来的，结果没我的份儿啊。那我的分给爸爸一半。爸爸跟你开玩笑的，自己吃吧，吃完乖乖睡觉。终于，你睡了吗？我有点事想跟你说。他这一脸社死的表情，肯定是想起了昨晚。你找我是想说昨天晚上喝醉的事？岁岁都告诉我了，我不知道我喝醉了酒品那么差。放心，我嘴巴很严。昨晚的事我一个字都不会说，女总裁要面子，我懂。床上的4件套换掉吧，上面肯定沾上酒气了，我拿去给你洗。行，那我待会儿就换。我现在帮你。
我自己洗吧，挺不好意思的。乔清雾，不行，反正都是丢进洗衣机，你忙你的。就是常用的洗衣液清香，可从它枕套上散发出来，怎么完全变了？活了24年，我第一次干这么变态的事。床单、被罩、枕套，哎，枕套怎么只有一个？另一个呢？怪事，难不成被洗衣机吃了？听说了吗？就是 CodeForge 上那个天价悬赏的医院智能化系统。我看了需求，能参与进去，毕业简历直接封神。可听说已经有4个团队接单了，4家竞标，而且我听说 Z 神也接了。我操 ，Z 神！那个论坛从未失手的神级传说。人都到的差不多了吧？大家安静一下，听我说。今天是医院校内组队选拔，接下来由项目总负责人给大家讲具体规则。大家好，我叫钟瑜。今天找大家来，是想组建一个项目团队，开发一套医院智能化管理系统。西西，你听哥说，离钟瑜那种人远一点。他高冷那是欲擒故纵，他仗着有张好脸不想奋斗，一边傍着乔清武，一边又在外面撒网骗你们小姑娘。乔清武那种女人要的是势均力敌的成熟男人，可不是他那种中看不中用的小白脸。一个一心想傍富婆的小白脸，会有胆量和实力接下这种地狱级项目？这个项目组我非进不可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时间到，林夕，还有你们2个留下，其他人可以回去了。他真的完全不记得我了。吃饭啦！哟，乔小姐这还是第一次到点就下楼。梅姨，今天辛苦了，你先下班回去休息吧。慢点吃，又没人跟你抢。穗穗需要一个爸爸，而这栋冰冷空旷的别墅也终于像个家了。我想吃爸爸做的菜。好，爸爸明天就给你做。手艺可能有些生疏，万一不好吃。不会的，爸爸做的菜是最好吃的。我来帮你。好细，感觉2手就能整个握住。每天有他吵吵闹闹的，还挺习惯。如果哪天未来被改变了，他不复存在。我也想过这个问题，所以，如果我说我不想再去刻意躲避或者对抗那个未来，而是允许一切发生，你能接受吗？我就是随便说说，有感而发而已。你要是不接受就算。谁说我不接受了？我也同意。他同意是因为穗穗，还是因为我？我电话响了，剩下的交给你了。平时雷厉风行，关键时刻果然是个纸老虎。哇哦，爸爸是神厨，爸爸是超人。好香，
岁岁最爱爸爸啦！爸爸万岁！味道不错，鱼香汁的酸甜度刚刚好，没有盖过肉的鲜美。番茄炒蛋也滑而不散，是咸口的，我很喜欢。米饭也煮得不错。米饭是梅姨煮的。哦，吃了不会中毒出现幻觉吧？回头看见家里猫狗会说话，那可就刺激了。梅姨的这道菜，我吃了这么多年，没有出现过中毒的情况。真香。大乔，你来接我了。喂，120吗？我们这里有人吃野生菌子中毒了，快来啊！医生，他情况怎么样？为什么我吃了没事，他吃了就中毒了？轻度中毒，问题不大。每个人代谢能力不同，以后注意，毒素影响会反复，它会在清醒和幻觉间切换。洗完胃会很渴，用棉签沾水给它润润嘴唇。好，谢谢医生。要不是我信誓旦旦说没事，他也不会吃。乔清雾，你疯了吗？他是个病人，你居然对他产生这种想法。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好甜的露水，我要喝。你亲完就睡？这可是我的初吻，他醒来后会记得吗？乔小姐，是你吗？小王，辛苦了，吃点甜的补充体力。谢谢林医生。今晚挺忙啊，刚才好像看到个特别漂亮的美女送急诊，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确实特别漂亮。她是陪一个年轻男人来的。哦，是吗？在哪间病房？在 VIP-03。乔小姐，是你吗？你来干什么？嗓子怎么这么哑？天助我也！绝佳的表现机会。乔小姐，你嗓子不舒服，是感冒了？跟你没关系。里面生病的是你的朋友吗？乔小姐，是我啊，林延琪。需不需要我进去看看？也许能帮上忙。不需要，你走吧。乔总，晚上好，请问有什么指示？冯院长，你应该记得，当初凌月科技选择和睦作为长期合作伙伴，合同里最重要的一条，就是关于客户的隐私安全条款。现在看来，你们做的并不到位。我现在遇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我的就诊信息似乎被泄露了。你们医院的林延琪医生现在正堵在我的病房门口，严重影响了病人的休息。乔小姐，你对乔芊芊百试百灵的招数，她居然不吃这一套。温柔暖男不行，那我就换别的。就算得不到心，我也要得到她的人。喂，冯院长。真是乱来，可我刚才为什么一点都不想躲开？你醒了？你怎么了？脸这么红？你昨晚食物中毒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脑子清醒了吗？头还有点晕，但应该是清醒的吧。我睡得沉，怕你半夜突然醒了有情况，所以握着你的手，这样你一动我就能醒。哦。既然你现在清醒了，那昨晚发生的事
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看到了大乔，他叫了120，然后我就被一只金毛和一只青蛙给架走了。还有什么？哦，我还看到了一朵玫瑰花。大哥，你在逗我？然后呢？没了？没了。我的初吻就这么稀里糊涂没了，对方居然一点不记得，真是白给了。那个，我好像饿了，有吃的吗？昨晚医生说你暂时不能吃东西，也不能喝水。我现在去叫医生。不能喝水？可我感觉我昨晚喝到水了。我快渴死在沙漠里的时候，突然就喝到了玫瑰花的露水，还甜甜的。难道那也是我的幻觉吗？可感觉也太真实了吧。玫瑰花瓣特别软，还有点热乎乎的，一点都不像植物，反而更像果冻，又软又弹。这个混蛋居然在跟我分享亲口感！对了，算算时间，你爷爷的体检报告今天应该能出来了，待会儿顺便去取吧。问题不大，洗胃后肠胃脆弱，今天先吃点粥，下午要是没出现幻觉，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我是去上厕所。我知道啊。那你跟过来干嘛？我怕你上厕所的时候再出现幻觉，我就在门口。你要是出事，我也能随时听到。喂，妈。是个姑娘。阿姨您好，终于去卫生间了，等她回来。小鱼儿，你跟女孩子在一起谈恋爱了？还没。我之前怎么跟你说的？考公考研没抓住，连最简单的恋爱都没抓住，长这么帅纯属浪费资源。哪天我真带个娃回来喊你奶奶，你又不高兴。你还贫？妈，我说真的呢，万一哪天我真领个现成的回去，你不是最喜欢逗小孩了吗？真谈恋爱了，别瞒着。对方比你大比你小，我们都无所谓。知道了妈。冯院长让我停职反省，青雾看我的眼神又那么恶心，昨晚陪她的男人到底是谁？不是乔明，那还会是谁？终于，上次青雾喝醉点名送她回家的那个男助理。不可能，一个会玩空气投篮的中二毛头小子，青雾怎么可能看得上他？不过万一呢？不管是不是他，我都得防着。钟老先生身体机能维持得相当不错，各项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，你们家属照顾得很周到。谢谢医生。各项指标倍棒。那穗穗说太爷爷会变成猩猩，到底是因为什么意外？别想太多，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。我们以后每半年就带爷爷来做一次体检，平时多观察，总能防患于未然。好，听你的。梅姨辛苦了。穗穗最乖了。钟先生身体好些了吗？穗穗睡前一直念叨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呢？好多了，谢谢梅姨。这颜色怎么有点眼熟？时间不早了，你刚出院，需要好好休息。行，那你也早点休息。该死，这梦也太真实了。血气方刚做个梦很正常，可我怎么会梦到乔青木？我简直太恶俗了。不就是接个吻吗？舌头打了一架而已，就当提前行使未来妻子的权利了。以前的卷王乔总最近天天准时下班，他现在这眼神是在想什么喜事吧？哟，最近是有什么喜事儿吗？跟我说说。什么喜事儿？有吗？面色红润，嘴角含春，看得我都想咬一口了。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，不像我，最近踢到铁板了。云上餐厅那个小帅哥，我已经决定放弃了。那弟弟的城防比长城还厚。现在的大学生都不爱跟姐姐谈恋爱吗？女大三抱金砖不懂吗？终于，说来也巧，
这弟弟还是你们公司的，叫钟瑜，你有印象吗？他是我的助理。他跟我说，他觉得工作更重要。你们公司压榨实习生太狠了吧，把孩子都给卷傻了。他觉得工作更重要，所以现在不准备谈恋爱吗？不过他可能只是想发张好人卡，用工作当借口拒绝我，你觉得呢？可能吧。今天我爸50岁寿宴，晚上不回去吃饭。好的。你还在工作吗？在学校和团队讨论项目，晚饭前我会回去陪穗穗吃饭的。这高冷总裁怎么也开始用这种幼稚表情包了？你爸的寿宴，那你要喝酒吗？不喝酒，保证一滴都不喝。那你参加完宴会还回兰亭吗？回。他平时严厉的像尊技术真神，现在笑得这么甜，绝对是恋爱了。我哥还说他是吃软饭的小白脸，这简直是侮辱。他带我们接千万级项目，连圈内 Z 神都不怕，明明是实力逆天的神。姐，你跟谁聊天呢？笑这么开心？司机就该有司机的觉悟，不该问的别问，再啰嗦给你差评。要不是我车保养，你以为我乐意当你免费代驾？我是关心你。万年冰山突然笑成这样，我得看看是谁有这通天能力。你刚才到家门口都不让进，指纹和密码全删了，你防贼呢？老宅太远了，赶时间，车里有水。不对劲，他刚才摸嘴唇的动作，分明是怀春少女，绝对是金屋藏娇了。等寿宴结束，我8抬大轿也得把她送回去。我倒要亲眼瞧瞧，究竟是何方神圣把我姐拐跑了。言齐哥哥，你在这看什么呢？是不是等我呢？寿宴都快开始了，人怎么还没到齐？乔明和乔清雾都还没到呢，亲爹的寿宴都这么不积极，真是的。这才是真正的大小姐，跟冒牌货可真不一样。又不是她的生日宴，穿成这样出什么风头？在这里才住了几天，就觉得自己是这儿的主人了。你养猪是为了吃肉，养鸡是为了吃蛋，那你猜我爸养小三是为了什么？你不要太过分了，我妈说什么也是你的长辈。我说你妈了吗？你就急着对号入座，不服就给我憋着。姐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你之前不是说跟乔浅浅说话都是浪费口水吗？我骂就骂了，还要理由吗？跟钟玉待久了才知道，太在意别人的看法，就会变成别人的裤衩，人放什么屁都得兜着。爸爸为什么没有跟妈妈一起去给外公过生日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因为妈妈每次见到外公都不开心，有爸爸陪，妈妈就不会不开心。妈妈今天打扮的比这个娃娃还漂亮哦，爸爸快去外公家接妈妈回来。你在偷拍我？什么偷拍？多难听啊！删掉。看到美好的事物，总是想记录一下。我不会发给别人的。你不就是别人吗？我们好歹也认识好几年了，有联系方式，还有好友，何必这么生疏？我再说一次，删掉。还有最近删除里面的记录也删掉。我希望你不要在我面前晃了，我看见你会觉得很不舒服。还有联系方式和好友是吗？
你不说我都忘了。满意了吗？你那边结束了吗？还没。谁送你回来？我刚才问陈师傅，他说下午不是他送的你。总不能让他觉得我很随便。没人送我，下午是乔明送的，但他今晚喝酒了，我就没有司机了。我来接你。好，我待会儿回去不用你送了。啊？为什么？我今晚可是滴酒未沾。你送我回兰亭，再回你自己那儿，来回跑很辛苦，我在体谅你，不要不知好歹。体谅？我怎么感觉被嫌弃了？那辆商务车送你了。什么？姐，你没喝多吧？不要，算了。要，谢谢姐，姐姐万岁！不对劲，这绝对是家里藏男人了，不行，我得跟上去。美女，起步价500，上车就走。500起步，你开的黑车吗？这半夜3更的，除了我，谁还敢来接你？今晚开心吗？还行。口不对心可不好哦。这样吧，回家给你看个开心的小视频。什么视频？现在不能看吗？不行，现在看了就少了点仪式感。回家气氛才刚刚好。碎碎睡了吗？睡了。他听说我来接你，在床上滚了好几圈，自己就把自己哄睡了。省心。你穿这件 T 恤也很帅。你认真的吗？认真的啊。他竟然提着裙摆，小跑着上了那辆破车。哪个女总裁会跑向司机的车？车里到底是谁？跟丢了？不存在。回兰亭的路，我闭着眼都能开过去。怎么，我车里太香，舍不得走了？你不是说要给我看个开心的小视频吗？你现在就要看，在这儿。我想现在看。我看过了。那我想邀请你陪我再看一遍。快乐就是要分享才有意思，有些事情就是2个人一起做，比1个人做要更快乐啊。怎么感觉被他反将一军？你这个视频他正经吗？你这个思想好像不太正经吧？来，乔总，对着镜头比个耶，唱首歌听听。我看起来不是挺乖的吗？那你为什么要那么用力抓着我的手腕？你往下看。这好难受。我不看了。不给，删了多可惜。终于，你给我删了。那个视频，你要是真这么不喜欢，就删了吧。早给我不就好了？我这不是觉得还挺可爱的吗？真的？这可爱在哪儿？看起来智商很低的样子。就是傻的可爱啊。那算了，不删了。但是你不许发给别人看，要是被第3个人看到，你就死定了。不是你这变脸也太快了吧？刚才还喊打喊杀的。别躲在里面不出声，我知道你们在车里。我这车在震，狗男人，你把我姐怎么了？拿着，谈工作。鱼啊！吓死我了！幸好是你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你就这么放心我？废话，我不放心谁也不会不放心你。你跟我姐在一块儿，除了谈工作还能干啥？谈恋爱吗？不过哥们儿，工作是干不完的。你可别学我姐，她就是个爱情绝缘体，你天天跟她混会找不到对象的。
好兄弟，等我有了娃，一定让他把你当亲舅舅。啊，不应该喊我大舅，不对，喊我叔吗？滚！等你长大你就懂了。你晚上不是喝酒了吗？怎么身上一点酒气都没有？我没。你们俩还要聊多久？当这是村头唠嗑吗？工作还没聊完。兄弟，保重！掖着窝夹个包，很像70年代进城开会的煤老板。我委屈一下，给你当拎包小弟。你去参加寿宴，他们不管饭啊，把你饿成这样。心情不好，没什么胃口。撒谎被我抓住了吧？刚才在车里问你今晚开心吗？你说的可是还行，心情不好怎么会是还行？那你现在再问我一次。啊？今晚开心吗？我今晚很开心。那就别被讨厌的人影响心情，不值得。以后心情不好随时找我，我逗人开心的招数多着呢。所以谢谢你。那你刚才说现在很开心，是不是代表又有胃口了？你要给我煮面？是我自己饿了，顺便给你来一碗。先去换身衣服，面马上好。那我要加2个鸡蛋。你经常煮面给别人吃吗？我好像还真没煮面给别人吃过。祖传秘方是家里人教的？我妈教的，她是高中老师，教数学。好的。你煮的面真的很好吃。我煮的面得去洗碗。对了，我明天不在家吃饭。这么巧，我明天也得回爸妈那一趟。妈，跟你说一声，我明天回去吃饭。那太巧了，明天校友日，我叫了几个以前的学生来家里吃饭。您又叫了谁啊？我最得意的数学课代表，水灵的很，还有一个当年的班长，一表人才，他俩都单身。上学那会儿，男生还递过情书呢。明天我给他们凑一桌，看能不能擦出火花。宋老师，您这是太闲，改行当月老了？我这是成人之美。行行行，您爱撮合谁撮合谁，我明天去给他们当助攻，行了吧？这无聊的八卦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爸爸，今晚你和妈妈能陪我一起睡吗？可以啊，但交换条件是你不许挑食，把这些胡萝卜全部吃光。梅姨，我回趟我爸妈家，穗穗麻烦您照顾了。爸，你这是干嘛呢？你在做饭？废话，不然我在这跳大神啊！爸，要不我提前叫辆救护车在楼下候着，排队进急诊也方便。我就知道你会来这招。咱俩这脾气总不能是随了隔壁王叔吧？滚蛋！想尝尝皮带的滋味是不是？我来帮忙，我洗菜，这总行了吧？我妈真要撮合她的得意门生，平时催我一个不够，还要霍霍别人。当年那男生写情书被你妈给扣下了，至今压在抽屉里，那小子现在还念念不忘。还有这种操作？我妈居然干过这种事儿？你妈觉得当年辣手摧花有点愧疚，想弥补一下。听说那小子比你还帅？不可能，整个凌城比我帅的还没出生呢。不过这男的也逗，追女人还得靠高中老师，万一那姑娘对他没意思，我妈这不是纯纯给人添堵吗？确实是这么个理儿。爸，等会儿我妈回来，你必须劝劝她，别瞎掺和，当个事儿办啊。放心，一会儿我说她。去下楼买瓶醋回来。家里不是有吗？那能一样？你妈点名要红色瓶子的玫瑰米醋，说凉拌菜用那个才正宗。行吧，
谁让咱家食物链顶端是宋老师？唉。哎呦，这都是帅哥美女啊！快进来坐，快坐。老钟，这是顾毅，以前的班长。这是我的数学课代表乔清雾，还有紫珠，以前常来咱们家补课的。那臭小子呢？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刚还帮我备菜呢。我打发他下楼去买醋了。行，你们先坐着，我去厨房做饭，谁也别进来帮忙啊。好久不见，没想到宋老师真的把你请来。毕竟上学时宋老师很照顾我。我听说你现在自己管理一家公司，很厉害。还好。清雾姐，你是要去洗手间吗？我带你去。麻烦了。你对宋老师家很熟？那当然，我跟宋老师的儿子是同一届的。跟你说，他儿子可帅了。高中的时候就是校草，天天都有女生给他送情书。所以你今天是为了他来的？哎呀，被你发现了！我就是想来看看他长残没。要是没有，我可要发动进攻了。他家电视柜上有全家福，我带你去看看他小时候。我回来了。这是我儿子钟宇，这几个是我的学生，年轻人，你们自己聊聊就熟了。哎呀，我的锅要糊了！我的天，钟宇，你怎么越来越帅了？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姚紫珠啊，以前我们还一起写过作业呢。有点印象。你好，我是顾毅，那位是乔清雾，我们都是宋老师的学生。搞半天，他就是那个比我帅的班长，像个直立行走的书签。所以你就是传说中的班长？你知道我？听我妈提过。洗手准备吃饭啦。我想吃这道白切鸡。姐姐，你不介意我坐这儿吧？他真的是个弟弟吗？为什么我会在他身上感到这种让我莫名心慌又安心的男人气息？不介意，这样做挺好的。臭小子，真够骚的，直接物理阻隔。叫姐是社交，叫姐姐是调情，我还没开跑就倒在起跑线上了。刚才还喊着要吃这道菜，现在一筷子都不动，装什么装？好家伙，儿子是对大美女见色起意了，故意呀！别怪老师叛变了。小乔，跟老师说说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孩子啊？没有具体的类型，我主要看感觉。来，看我们家照片，可好玩了。这是钟于初中那会儿就有小姑娘写情书了，早恋苗头全被我掐死了。他还会摄影，得过大奖，为了保护同学，还跟混混打过架呢。我现在是远峰科技研发总监，你们凌月科技的项目我也看了，前景确实很不错。确实，你说的对。你对摄影感兴趣？我大学时也玩器材，对各种型号很了解。不太感兴趣。你对摄影感兴趣？我房间有几台相机，要不要一起去看看？怎么样？是不是该好好感谢一下你的救命恩人？我看你刚才在沙发上，脚趾头都快抠出一座芭比梦想豪宅了。那就谢谢你。就这，一点诚意都没有。不过这事儿怪我妈瞎操心，我替她给你道个歉。道歉不至于。宋老师当年对我很好，不过我真的完全没想到你居然是他儿子。是很巧，不过仔细想想，我们之间的巧合是不是太多了点？怪不得上学的时候能收到一抽屉的情书呢。难不成你就收的少了？连我妈都要亲自下场给你撮合对象？
他们才认识1晚就这么默契，那我跟他整整3年的高中同学又算什么？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你今晚是不是不回家睡了？回哪个家？这里也是我家呀。我再陪我爸妈一会儿。我早上答应碎碎了，今天晚上爸爸妈妈要陪他一起睡觉。哦，计划通，我得赶紧回去把他的枕套藏起来。被他发现我天天抱着他的枕套睡，绝对会被当成变态。那我先走了。宋老师，今天很感谢您的招待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我住得近，不着急走，再陪老师聊会儿天。我也差不多该走了。我记得青雾今天好像没有开车，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已经让司机过来接我了。好吧，那我跟你一块下楼。哎呀，再玩一会儿嘛，晚一点让钟鱼送你回去，一样的。不行，我得赶在钟鱼之前回去，把他的枕套藏起来，绝不能让他发现。不用了，宋老师，明天公司还有早会，我得先回去了。那好吧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小鱼儿，别在自己房间里躲着了，客人都要走了，快下楼送送。小鱼儿，你在拉屎？你快点儿！这怎么快？夹断吗？宋老师，就送到这儿吧，外面热，您快回屋。好不容易来一次，真不再多玩一会儿？下次吧，下次有机会的。青雾，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吧。没有必要。你这对我有点不公平，你连一个机会都不肯给我。高中的时候就是这样。我没有让你为我做任何事，没收过你任何礼物，更没给你过任何信号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是今天宋老师提起，我甚至都不太记得你，所以我不需要给你任何公平。可是你对宋老师的儿子为什么？因为我又不喜欢你。别美了，那个班长，人家小乔对他根本没兴趣，你以后少瞎忙活。我知道啊。他们都走了？走了。小鱼儿，跟妈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对人家小乔一见钟情了？不是，我是日久生情。没个正形，小乔那种清冷的姑娘可不会喜欢你这种类型的。哦，他亲口告诉你的？那我也是凭了解分析出来的。下次吧，下次有机会的。你怎么跟小乔说了一样的话？我上车了。不知不觉，分享行程居然成了习惯。藏着最安全。不过，要是他连内衣抽屉都来翻，那我们关系肯定更近了，也就不需要枕套助眠了。是他身上那款沐浴露的味道。乔总，你没事吧？我快好了。我不是故意吓你的，你在里面时间太长了。我泡了个澡。妈妈是粉色的，碎碎也是粉色的。爸爸，你怎么不是粉色的？因为爸爸没有粉色的衣服。不对，我们以前都穿一样的熊熊睡衣，爸爸妈妈和碎碎都穿一样的。亲子装吗？有意思。啊，好家伙，这是谋杀亲夫啊！醒醒，乔青雾，醒醒！醒醒，乔青雾，醒醒！这睡眠质量，天塌下来他都能当被子盖。爸爸，你为什么不睡觉呀？对不起啊，碎碎，爸爸吵醒你了。没关系，爸爸，你又要叫妈妈起床吗？又要？妈妈一直都睡得这么香吗？是呀，叫都叫不醒，就像晕过去了一样。爸爸说是因为妈妈太辛苦了。晕过去？未来的我战斗力这么彪悍，看来他体力不太行，以后得督促他多锻炼。碎碎，今天怎么起这么早啊？妈妈，我早起是好孩子。爸爸天还没亮就醒过一次了，比我还早呢。早上好啊。早上坏。你没睡好？你每天早上雷打不断7点起床，都是一觉睡到自然醒吗？不是啊，我有闹钟，
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只有闹钟才能吵醒乔总。也不一定，就算没闹钟，我最晚8点也自然醒了。公司那么多事，我总不能睡到中午。是吗？当然。但你今天怎么问这个？没什么，就是想叮嘱乔总不要光顾着工作，平时也要加强锻炼啊，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锻炼好，身体好，革命本钱不能少。全体成员，本年奴带薪团建定于周3至周5，地点海市群岛度假村。你闪电侠呀！我只是觉得你说的有道理，公司的同事平时工作忙，也没时间锻炼。我怎么觉得自己现在很像那种祸国妖妃呢？什么祸国妖妃？就是那种随便跟皇帝吹吹枕边风，皇帝就马上下了一道圣旨。好像是有点。出去玩，爸爸妈妈带穗穗出去玩吗？穗穗想去海边玩吗？想。那就带穗穗一起，梅姨也跟我们一块儿去，打个掩护。好耶！去海边要穿游泳的衣服。妈妈，穗穗没有，你有吗？今天下班之后，我们一起去商场吧。你让我跟你一起去买泳衣，是要我帮你挑吗？不行吗？再说了，妖妃陪皇帝去趟商场怎么了？在古代你问这么多是要被打入冷宫的。穗穗昨天不是说我们都穿一样的睡衣吗？顺便再去买几套睡衣。对，穗穗要穿和爸爸妈妈一样的睡衣。哦，皇上说的有理，是妖妃失言了。哇，好漂亮呀！爸爸，我想要。妈妈，这件好好看哦。这位女士身材这么好，穿上肯定好看。先生您觉得呢？后背几乎全裸，这身材，我才不让别的男人看见。你不是让我挑吗？我觉得这件比较好。这傻子占有欲还挺强。保守的白天穿，至于那件性感的，等回了房间。你就选了我和穗穗的，那你自己的呢？我经常游泳，泳衣有好几套，到时候随便拿一套去就行，不用买。哦，他身材那么好，我明明看到一套藏蓝色的防晒泳衣，很想看他穿的。他牵着小孩的样子真好看，那结实的胸肌和腹肌，我早上抱他时可是实打实摸过的。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手机好像落在刚才的店里了。你们把车开到商场门口等我吧，我回去拿一下。回家不着急，我们陪你一起回去找啊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去，很快的。跑这么快干嘛？腿是借的，着急去还啊？不想让你们等太久。给美人鱼洗香香去喽！给你的。你刚才回去是去偷偷买这个了？对啊，我这是为你考虑。我和穗穗都穿新的，要是让你一个人穿旧的，那不是孤立你吗？你懂我的用心了吧？你到时候心里不平衡怎么办？穗穗和妈妈有礼物收，爸爸当然不能没有礼物收呀。小不点怎么这么会说话？谁教你的？因为爸爸妈妈以前就是这样的呀，互相送礼物的时候，爸爸一个，我一个，妈妈一个，我一个。长大以后，穗穗也要给爸爸妈妈买礼物。行，冲你这句话，奖励你亲爸爸一口。谢谢，我很喜欢，开心到甚至想现在出门跑2圈。你喜欢就好。不过，怎么是藏蓝色的？你不喜欢这个颜色吗？也不是，就是觉得早知道我也给你选藏蓝色了。哦，纸老虎，平时高高在上，一逗就当机害羞，还挺上头。姐，我在高架上把你车给蹭了。你人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就是你这宝贝商务车挂彩了，对方全责，交警要你身份证和行驶证照片。知道了，马上发你。还需要调取一下行车记录仪的回放。行。
等等，后座怎么多了个小女孩？这长相，这根本就是我姐的等比例缩小版。我姐才24，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孩子。难道是我爸在外面搞出来的私生女？妈妈！妈妈，啊，这真不是 AI 合成的。得给豆宝输入什么才能生成如此惊悚又离谱的视频啊？同志，行车记录仪调出来没有？不好意思啊，这行车记录仪好像有点疯了，我好像也有点疯了。啥？没事，那您这边的事故就处理结束了。好的，您可以离开了。辛苦您。乔青木上次不让我进门，不是藏了男人，是藏了个小孩。孩子4、5岁，5、6年前怀上的，那时候我姐才刚上大学。哪个天撒的渣男干的？路怒症啊！有病就别开车上路。喂，姐。事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都处理好了。姐，你那边怎么这么吵啊？你在哪儿呢？在家还是在公司呢？都不在，公司组织团建，刚到海市，现在在度假村里面。天助我也！姐不在家，这不就是最佳时机吗？那挺好，你们玩得开心点。我这边还有点事儿，先挂了啊。呱呱。傻子，哈哈，傻子！梅姨，开门，我是乔明。好家伙，连孩子都堂而皇之带去团建了，胆子也太大了。哎，海市是吧？行，已为您规划路线，目的地海市群岛度假村。同事，我们第一天的安排是集体趣味小游戏，剩下的2天全部自由活动。工作日带薪摸鱼，这乔总还挺大气。岁岁要堆个城堡，等爸爸妈妈下班一起吃大餐。下一轮默契猜词，最默契的自动2-2分组进行2人3组游戏。我的眼光真不错，尺码刚刚好。我去，终于这身材平时藏的也太好了吧！姐妹们，打起精神来！赢了这局，2人3组就能名正言顺的跟他贴贴了，摸2把腹肌不过分吧？乔总，那可是咱们公司行走的荷尔蒙。终于刚入职那会儿，大家还一致评选他为丝草呢。哦，还有人开了赌局呢，赌谁能在半年内拿下他。乔总，您就不好奇最后有没有人成功？肯定没有。不愧是乔总，确实没人成功。听说他都给拒了，说自己有喜欢的人了。不是刚才到我的时候，你们怎么跟没睡醒似的？现在这么积极是几个意思？伟哥，我劝你不要自取其辱。开词赛点，小林、小夏各积4分，谁先拿满5分谁赢。皇帝、太监、吹风机、妖妃，祸国妖妃。答对了，积1分，下一题。沐浴露是薄荷吗？哇！不是吧？乔总跟钟鱼装了什么其他人听不懂的加密频道吗？白切鸡、帐篷、蘑菇。 5连绝杀，下一轮2人
皇上，老妃刚才的表现，您可还满意？还要看你接下来的表现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凌月科技的公司团建在哪儿啊？前面那片沙滩，您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就到了。梅姨，我操，这眼睛和长相简直跟乔青木一模一样。帅舅舅，你怎么来啦？我好想你呀！帅舅舅，抱！哦，舅舅，你很热吗？那碎碎的帽子给你戴。你叫碎碎，多大了？对呀，我叫碎碎，今年5岁啦。舅舅，我们去那边坐，那边不热。乔小姐，不好了，小少爷找过来了，现在正抱着碎碎呢。什么？你先稳住他，我马上过去。乔小少爷，您怎么来了？快来坐，这里有椰子水。舅舅，你吃这个，甜甜的。太好啦，爸爸妈妈不在，都没人陪我玩沙子。碎碎，爸爸是谁啊？爸爸就是乔明，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过来了？我哪有姐你厉害啊？你不也不说一声，就偷偷弄了个孩子出来。哎，舅舅，等下要来找碎碎一起堆城堡哦。实话告诉你吧，碎碎确实是我的女儿，但是她是从8年后，也就是2034年穿越回来的。姐，你这种症状持续多久了？你们公司体检的时候没有查出来吗？我说的是真的，如果不是穿越，她怎么会认出你是舅舅？你给她看过照片呗？姐，你为了圆这个谎准备的挺充分。好，那我问你，我怀胎10月，你会一点都看不出来？5年前你刚上大学，我还在读高中，1年到头我们能见几面？我现在就把碎碎叫过来，让她当着你的面说几个你的小秘密。你随便挑2件告诉她，再让她说，这戏不就演圆了？你是不是被那个人诈骗了？穿越这种鬼话是他教你说的，你当时才19岁啊，他怎么下得去手？该死渣男，别让我抓到你！完了，如果让他知道终于才21，那这日子可真就越来越有盼头了。舅舅妈妈，我们快去堆城堡吧！好呀，我们堆一个最大的城堡。碎碎，在舅舅面前不能说出爸爸的名字，也不能说出你的大名钟思乔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妈妈。那你等一下跟舅舅玩好不好？好耶！以前爸爸妈妈经常让我跟舅舅一起玩。舅舅，你坐进去呀！哇，好厉害！真人拉布布，太可爱了吧！这舅舅也太配合了。乔明跟碎碎，这小子怎么跟碎碎打成一片了？我突然有一种感觉。什么？有一种夫妻俩把孩子丢给带娃的德华，2个人去过2人世界的感觉。那早知道早点告诉他了。
雨啊，你信不信穿越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没啥，就随便问问。如果啊，我是说如果你的孩子突然从未来穿越回来，你会怎么想？我会觉得这是我的幸运。怎么说？因为相当于你提前知道了正确答案，你就不用再走弯路，不用浪费时间去跟不相干的人试错，也不用因为没有早些认识对方而遗憾了。这哥们儿的语气怎么那么神往，还带着笑？怎么听着不像是假设，反倒像他自己的亲身感悟呢？